2006年，一家刚刚成立的投资公司和美国国际集团旗下的金融产品公司一起，各出一半，买下了伦敦城市机场。接手没多久，团队就注意到一件反常的事：这个机场老在丢行李。这个机场80%的旅客是商务客，一个大部分人都不托运行李的机场，却总在丢行李。这家公司叫 GIP 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， 一部分来自瑞士信贷的投行部门，另一部分来自通用电气，管过真正的工厂。他们开张时带着一个当时并不主流的想法：基础设施不是买回来放着收租的债券，是一门每天都在运转的生意。那么，丢行李这件事该派谁去查？他们派去的人叫斯科特·斯坦利，在通用电气干了很多年，管过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。这位1.88米的美国人是行李搬运工第一次见到的新东家。他到了现场，脱下外套，跳进了行李舱。奥贡莱西以为他用了什么工业方法论，比如6西格玛，其实没有，他只是数了2个数字。伦敦城市机场有14个登机口，配了12辆行李车，2架飞机共用1辆车，装卸只能一趟一趟来。该去日内瓦的行李经常出现在苏黎世。斯坦利花了大约2000英镑，添了2辆车，行李不再混装，周转也更快了。后来这变成了一支常设团队。2024年 GIP 被贝莱德收购前的公开口径是38个人，平均30年行业经验。我们研究这家机构，反复回到同一个问题上：一项复杂的资产到底值不值得拥有？在报表上，它是一笔支出；在停机坪上，它是14个登机口，12辆车。但这只是第一关，看出问题只是一半，另一半是你有没有权限去动它。这在受监管的公用事业里最明显。电价怎么定，钱往哪儿投，重要的经营调整怎么做，都要过监管这一关。买下了股权，不等于就能改它。一项资产值不值得拥有，有一半答案不在资产里，在你能动它多少。但还有第3关。GIP 自己承认过一次失败。2008年初，他投了英国的废弃物管理公司 BIFA。GIP 确实看见了东西。当时 BIFA 内部把自己的客户称作欠款人。奥贡莱西后来说，当你把客户叫做欠款人，你多半没在想服务这件事。一个称呼暴露了一整家公司的心思。BIFA 做的是工业废弃物收集，行业门槛很低，谁都能进来。它最大的2类客户是建筑公司和餐厅。金融危机之后，工地停了，人们不再下馆子，收运量下降了1成半到2成半。公司最终进入破产管理程序。GIP 损失了这笔投资，奥贡莱西把它称为一场灾难。但 GIP 没有把这件事推给金融危机。奥贡莱西自己总结了2条：不投没有进入壁垒的生意，对还在转型中的公司格外小心，外面的变量太多。说一句我们自己的事，研究一家机构只读公开资料是不够的。这些年，我们的研究团队会尽量走到现场，跟做决策的人坐下来，看他们内部怎么判断，怎么复盘。这样的走访每年都会做几次。从那2辆车开始，20年过去了。2024年10月 GIP 进入贝莱德体系，管理约1700亿美元资产，超过300项在投项目。到今年，这个数字超过了2000亿美元。我们研究一家管理人，会看2件事：他凭什么判断一项资产值不值得拥有？
以及当他管的资产变多，这个判断还能不能一项一项的做？把一个懂行的人送到现场，让他脱下外套跳进行李舱，这件事很难被规模化。GIP 能不能在这个尺度上继续这么做，我们不知道。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得用很多年才看得出来。